湘西真的有赶尸吗？真的有。老师说，要成为赶尸匠，必须要通过3个考验。这第一个考验就是要考验我的胆量。人死不能复动，否则便是妖，是魔，是鬼魅作祟。这是哪怕生活在科学不称的年代，人们也能达成的共识。而赶尸，无疑挑战了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法则。七事一公，贪干勿扰，小心黄皮。老人家啊，打扰你了啊！我到这里存钱输液啊，过几天有人来取啊。从玉米地上去，就会发现有一个荒废了很多年的房子。绕到这个房子的后方，你就会看见有一座土地庙。这有个土地庙哎。你再继续往上走，穿过一段比较阴森的树林，就会看到有一大片的那个墓地。你找到其中墓碑最高的那一座。你把那个地位给我。不需要拿上去吧？需要。打到坟头啊，烧到坟头，完成了，验了吧？我在那里放了一片梧桐树叶，你晚上把它给取回来。晚上啊？对。那个老奶奶生前的时候性格比较辣啊，村里面的人都比较怕她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赶尸匠以千年老历通天立地，不朽不化，以湘西神石朱砂为梁，驱邪避煞，汇全州府，引领尸体魂归故里。我昨天看了个舞台剧，就是讲湘西赶尸的，贴那个符纸在额头上，然后起，然后那个尸体就起来了。真的有这样的法术吗？不能说是法，只能说是术吧。那晚上还要跟尸体一起睡觉吗？对，要睡在他旁边嘛。啊！人害怕黑暗，害怕尸体，其本质上都是源自于对未知的恐惧。术皆为手段方法，并非封建迷信，只是和赶尸挂钩后，便会蒙上一层神秘色彩。眼睛闭起来了。它是不会动的啊，你只要不过去不用它。例如定鸡、定狗、定猫术，都是为了在赶尸的过程中保护尸体不被鸟兽啃噬。而现今赶尸匠这个职业已经被时代淘汰，它成为了许多小说和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，只有少数人还知道其中的秘密。赶尸最重要的就是负重挺进啊！来，先起。啊！来。起。好重啊，老师。这3个缸，一个缸40斤啊，3个缸就有120斤，重是正常的。放的时候也同时一起放下来，来放，同时一起着力。哇！感觉重吗？重。帮你收。你先放在肩上吧。好。老师，赶尸有哪几种啊？我们这边赶尸分为3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背尸。背尸法，赶尸中的入门级别，一次只能运送1具尸体，只要胆子大、有力气，会走山路即可。第2种叫药尸，药是这个草药的药。药尸法，这是资料都没有提到的一种方法，难度未知，赶尸方式未知。相传在湘西曾出现过赶活尸的传说，这2者是否有关联，
这些说法都增加了赶尸的巫邪色彩。没有那种蹦蹦跳跳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第3种抬尸。起，遇到战争动乱和疾病爆发，一次需要运送大量尸体的情况下，抬尸法应运而生。这是3种赶尸方式中最难的一种。他们前后2个人抬着，用那种竹子啊，把这个尸体，把他们的手绑在这个穿过腋下的这个竹子上面的，后边这个人搭在前面人的肩上，一般一次3个、4个、5个。练习走路的步伐啊，一定要先迈左脚，往右边走，转，哎，对，就这样，后面不动。好，停，好，再转回去。4、5具尸体的话，你算一个是90斤，那5个也很重啊，我觉得2个人抬不起来。所以这个就是湘西赶尸的神秘之处嘛。转，往这边转，哎，没事。总之，赶尸是一个力气活啊。这几天跟着当地村民去干活去吧，锻炼几天吧。3事2公，关门关窗，换头换灶。我开始以为只要胆子大、有力气就可以做赶尸了。跟着当地人干活才发现，山外人可能很难成为赶尸匠。干活干活。背好啊！我们这边的60、70岁的老太太都能够背7、80斤，还要爬到山顶上面去。一个身强体壮的人负重爬山，多半还比不上湘西大山里70多岁的老奶奶。在湘西，赶尸不是封建迷信，而是这里过去具体的生活。阿婆，我给你背柴火来了，放哪啊？谢谢。湘西地处山区，生活贫苦，纵使交通不便，还是有人不得不到外地去讨生活。大自村80多岁的老人有50多位，也许在他们的记忆中，儿时对赶尸还有印象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到90年代才通车，所以在90年代之前都还有职业赶尸人的存在。那是因为都不通车，山路又崎岖，所以必须要把只能通过人为的方式把尸体给带回来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里偏僻到绝大多数老人从未出过村子。10万大山相阻，车马皆不能行，活人出去不易，故人回来更难。你这里多远啊？回30-40牛，全走路？我爬山来。那要爬多久啊？40里？哎呀哟，8、9个小时。很多人看完古装剧，想穿越回古代。古代当然有古代的辉煌，不过那多半是达官贵人的辉煌。农闲时一天只吃1顿饭，1件铁器就能当成传家宝，这才是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。那你们当时嫁过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嫁妆呀？我的嫁妆就是桌子，后来我碗柜。那个是奶奶的嫁妆。这里的老人很长寿，但是在他们父母那个贫瘠动荡的年代，很多人早早的就撒手人寰了。那你平时什么时候回家看看吗？妈妈，我这已经睡半。那么早啊？哦，挺想妈妈了。这些老人对于落叶归根的想法更具体一些，回到爸爸妈妈这边睡了。就是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。我这个有点痛啊，最近现在还有点痛。为什么痛？这是怎么了？他们家是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内红色。湘西的大山里3、4点就会起雾，
深山之中多毒虫瘴气，10万大山对于普通人无疑是生命的境地，而赶尸匠善于扣山问水，同样的山，他们却能看到山的气。这并不玄幻，就像你能看得出谁喜气洋洋，谁死气沉沉，谁满脸杀气。常年生活在这里的赶尸人，他们通过经年累世的积累，造就出了一种野兽般的直觉。山的气，水的脉，他们能看见。赶快走啊，马上要下雨了。干了一段时间的农活，师傅才答应带我去一处凉风洞。这是熟悉大山的赶尸人在群山之中找到的这么冷啊！我们这就到那个洞口了。好大的风啊！对着你好黑呀！这就是赶尸匠专门储存尸体的地方，所以它温度比较低。我们在这里处理尸体啊，储存尸体。进去看一下吧，感受一下。走2步，走快点。老师，你等我。赶全尸我已经给你介绍过了，现在给你介绍一下赶拜尸啊。湘西的苗医和草药是构成赶尸文化的重要部分。它主要的作用是防腐、防臭、防虫啊，还有防动物撕咬。草药还可以对尸体进行碳化和脱水。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是把它的内脏掏空给去掉，给它风干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一个人可以赶1具尸体。特殊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会把它的四肢和头保留下来，躯体去掉。这样的话，2个人就可以赶到4到5具尸体了。在中国人的语境中，客死他乡一词永远带着悲凉的底色，而落叶归根是每一个游子最后的奢望。想问一下，你怎么看待这个死亡和这个尸体？死亡和尸体，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的尸体，我会害怕；但是如果是自己亲人的，地处偏远，想要落叶归根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那药师是怎么回事？你会发现赶尸里面会大量使用到这种东西，使人麻痹。在人没有彻底脑死亡之前，跟他协商好，让他喝下我们特制的药，他就会有一种我一定要回家这种意念。所以他是靠这种意念撑下去，他是想念亲人，想念父母，想念儿子，所以憋着最后一口气，用最快的时间赶回家，这种叫赶活尸。为了能够回家，为了能够省钱，将死之人选择变成活尸，成为了巫邪故事中的主角。变成活尸的人仅于一执念，踏上归乡路，待到归乡时便是念消人散。而这种特殊的药方随着最后一批赶尸人的消亡，也引入了历史尘埃。保持平稳，不要晃来晃去的啊。好。
后可以了，哎，往前推着点，别往后拉。老师，我觉得我还可以，我觉得不够抬着的。哦。婆婆，干尸将在此起尸。我小时候听我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啊。村里面很多人都跟着就打仗，爷爷打死了，父亲去，父亲打死了，孙子就13、14岁的1万今天。村里面的人就是这一户人家把牛卖了，这一户把鸡卖了，凑一些钱给到我爷爷他们，让他们想办法去把尸体给领回来。2万金地。少数民族的人，每一个人佩戴好了这个耳环有这么大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热武器了，所以很多尸体都严重的损伤，根本没有办法带回来。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啊，老人、小孩、妇女都在那里问他：“我老公回来了吗？”小孩也在问：“我爸爸回来了吗？”有一些中年妇女也在问：“我儿子回来了吗？”3万金森林。以前这里的女人几乎没有出去过，而那些出去了的人，到底走去了多远的地方，天知道。但是留在这里的人们，只是希望他们能早点回来。当等他们的人都走了，又有谁还记得那些还没有归乡的人？弟兄们，14国当国不辱，对我秦大夫，说男子力，毛羽飞，天地要长出去。走喽，回屋头喽。丑时4更，天寒地冻，无人回家，亲人必养。
当一条条平整的水平路仿佛越过了天堑，贯穿在这茫茫大山中时，最后一代职业赶尸人也都消失了。这是一个没落的职业，这是一种失传的记忆，但是现在好像并不遗憾。湘西的古奈也消失了，不再有人颠沛流离，也不再有人望眼欲穿，不再需要用一双赤脚去丈量这10万大山间的漫漫回家路。首先我得给你布置一些手链。